大家好，我是启之。12月10日的时候，趁去北京出差之便，顺道去了趟中国国家博物馆，看了古代中国展中的从史前到秦汉的部分，其中展出了10块甲骨，其中9块为刻字甲骨。我在飞机和火车上便开始了整理，形成了初稿。回到家后又做了完善，于此与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。第一块是合集1，称为王令中人曰斜田刻辞补骨，又称辅岁5、辅踏85、序 2.28.5， 为17点兵甲骨。之前我们专门做过视频介绍过，其主要内容是和农业劳作有关的，也因此这块并没有和其他的甲骨放在同一个区域，而是在农业部分展出。其内容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，为什么什么王大令众人曰斜田，其寿年11月，什么什么寿年，翻译过来就是什么什么国王大规模命令众人说，协力耕作就会授予我们好的收成吗？11月，什么什么会授予我们好的收成吗？第二块是合集137，又称经 5.1、经 6.1， 力帛拓片179通430通513，为17点兵甲骨。这块甲骨的正面，也就是展示的那面的内容是有争议的，其大致记录的是多次的征询及之后发生的相关事件，如抓捕奴隶、奴隶逃亡、疾病、噩梦等。反面则说的是有敌对方国在甲辰和戊申2日扰边的内容。国博的解说牌上介绍的是反面的内容，但是展示的却是这块补骨的正面，可以说是布展的瑕疵了。关于这点问题，我也已经给国博写了邮件。那我们就来尝试解读一下暂时还有争议的正面内容吧。某某日卜某真旬无祸，癸卯卜真真旬无祸，甲辰卯大周风知西阴，乙巳卯蝶某五人，5月在敦。癸丑卜真真旬无祸，王瞻曰有岁有梦，甲寅云有来间，左告曰有蝶除自愈，10人有2。癸丑卜真真旬无祸，3日乙卯某有间，单丁人蜂尿于鹿，什么什么丁巳兔子蜂尿什么什么诡异得吉。我们试着翻译一下，就是某某日占卜某真问，下旬10日内没有祸害吧？癸未日占卜真真问，下旬10日内没有祸害吧？甲辰日某刮大暴风，那天晚上进行了阴祭。乙巳日某俘获了5个某人，5月在敦。癸丑日占卜真真问，下旬10日内没有祸害吧？国王解读说会有祸祟，会有噩梦。甲寅日那天果然祸患就来了。左报告说有人从玉帝的益草放牧的工作中逃跑，一共12人。癸丑日占卜真真问，下旬10日内没有祸害吧？3天后乙卯日某有祸害，当地的丁人蜂在鹿得了痢疾，什么什么丁巳兔子蜂得了痢疾，什么什么癸也得了病。第三块是合集4264，又称续存下442、续存下443、力踏8178，为17点兵甲骨。展览展示的是其正面，内容是对盘是否有祸的占卜。盘即湿盘，可能就是典籍中的干盘。戊午卜古真，盘无祸；戊午卜古真，盘其有祸。戊午日占卜古真问，盘不会有灾祸吧？戊午日占卜古真问，盘会有灾祸吗？第四块是6057，又称经 1.1、经 2.1， 为17点兵甲骨。这块我们也曾做视频专门说过，它是一块征询补骨，并在验字部分提到了土方和穷方的多次扰边。布展所展示的也是其的正面。癸亥卜确真旬无祸，5月王瞻曰有岁其有来间，启至。7日己巳云有来间自西，长有角告曰穷方出，请我是敬田70人，5月。癸未卜确真旬无祸，癸巳卜确真寻无祸，王瞻曰：有岁，其有来间，启至。5日丁酉，云有来间自西。
指国告曰：土方争欲我东鄙，减2邑，穷方亦侵我西鄙田。癸卯补，确真，寻无祸。王瞻曰：有岁，其有来监，5日丁未，云有来监，隐喻叠字鸿，与6人。癸亥日占卜，确真问：下旬10日内没有祸害吧？5月，国王解读说会有祸岁，会有祸患到来，或许会到来。7天后的己巳，果然祸患就从西边来了。穰有角报告说，穷方出动了军队，侵扰了我们境内的晋田，杀了70人。5月，癸未日占卜，确真问：下旬10日内没有祸害吧？癸巳日占卜，确真问：下旬10日内没有祸害吧？国王解读说，会有祸岁，会有祸患到来，或许会到来。5天后的丁酉，果然祸患就从西边来了。指国报告说，土方侵犯了我们的东部边境，有2个边邑受到打击，穷方还侵扰了我们西部边境的土地。癸卯日占卜，确真问：下旬10日内没有祸害吧？王解读说，会有祸岁，会有祸患到来。5天后的丁未日，果然祸患就来了，举行了隐祭和御祭，从红帝的监狱逃跑了6个人。第5块是合集10125，又称双图下 33.2， 利踏1150，六双1金648，为17兵1甲骨。其内容涉及了武将阙的向西出动和对上甲的祭祀。己亥补，兵又于上甲5牛，又于上甲5牛10牛，戊善10牛。丙子补，确真，年又。庚子补，确真，年有吃。5月，庚子补，什么什么年什么什么什么，真令阙西，言宠，真阙邪王氏。10伯9伯，倒数第2句的注，根据上下文，有学者认为很可能是伯的错刻，翻译过来就是：己亥日占卜，兵要向上甲进献5头牛吗？要向上甲进献5头牛吗？10头牛。不要用10头牛进行善祭吗？庚子日占卜，确真问：收成会受到祸害的影响吗？5月，庚子日占卜，什么什么收成什么什么什么。真问：命令阙向西边去的话，还会继续受到宠佑吗？真问：阙会协助国王的事务吗？10头小猪9头小猪。第6块是合集10405，被称为有出鸿，自北引于河，克此补谷。又称经 3.1 经 4.1， 传 2.8 传 2.7 通735通426，为17点兵甲骨。我们之前也有专门讲解的视频，是一块真寻补骨，展出的是反面，提到了彩虹的出现。癸亥补，确真，寻无祸。王瞻曰：有岁，其亦有来监，5日丁卯，子穷卯，不死。王瞻曰：有岁。王瞻曰：乃若称。王瞻曰：有岁。8日庚戌，有阁云，自东面母，仄亦有鸿，自北引于河，某月。翻译过来就是：癸亥日占卜，确真问：下旬10日内没有祸害吧？王解读说会有祸岁，也会有祸患到来。5天后的丁卯，子穷卯，不死。王解读说会有祸岁，王解读说就像占卜出的结果那样。王解读说会有祸岁。8天后的庚戌日，有云从东亩之方而来，下午还有彩虹从北方出现，在河中饮水，某月。第7块是合集22384，被称为禹克辞补甲，又称利踏1167，为17飞王补辞。其内容主要是关于消灾和求雨的。戊申，其上甲玉，戊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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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其千子吃为止。戊申为己比降吉，戊申为己比顶。己酉雨，己酉其右根。己酉翻译过来就是戊申日要向上甲进行攘灾之祭吗？戊申日，戊申日，戊申日，戊申日进行右祭的话，千子的脚会有灾祸吗？戊申日比己会降吉吗？戊申日要向比己进行顶祭吗？己酉日会下雨吗？己酉日要向根进行右祭吗？己酉日。第8块是合集33244，又称
减26.4续2.29.7通453义956为47立二甲骨，其内容是关于四方国土丰收的占卜。不受合，癸卯真，东受合，北方受合，西方受合。最后一句虽然不完整，但是根据上下文，我们能够补全为南方受合。翻译过来是：不会授予我们禾的好收成吗？癸卯日真，东部地区会被授予禾的好收成吗？北部地区会被授予禾的好收成吗？西部地区会被授予禾的好收成吗？南部地区会被授予禾的好收成吗？第9块是 E416， 即著名的载沣雕花骨寺，简称载沣骨，为57甲骨。此为记事刻词，记录的是这块骨的来源，即商王帝辛或帝乙在其在位第6年5月的时候，猎获的一头水牛，王将这头水牛赐给了载沣，载沣将其一根肋骨制成了笥，通俗的讲就是勺子，留作纪念。其完整的内容是：壬午，王廷与麦禄获商职笥，王赐载沣，秦小指注，在5月为王64荣日。翻译过来就是：壬午日，王在麦禄狩猎，猎获一只黄褐色的水牛，王将它赐给了载沣，秦小指进行了祝祷，在5月，王在位第6年的荣祭之日。这些就是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中出现的刻字甲骨了。当然，它们只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大量甲骨中的冰山一角而已。好了，我们下次再见了。启之，甲骨文里有多少故事呀？